今年是海军建军75周年，外界对于我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的进展保持密切关注。有军事专家近期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福建舰即将进行海试，预示着中国航母力量正迈向新高度。而根据此前央视披露的画面，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遮挡已经拆除。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中国海军在短短10几年间实现了航母建设的3级跳。未来，福建舰的服役将大幅提升我国海军的作战能力，为中国海军挺进深蓝、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坚强支撑。在前不久的新闻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福建舰甲板上遮挡弹射器的罩子已经被拿掉了，还有舰载机的模型呢，已经是被放到了甲板上哈。所以有网友就猜测说，福建舰是不是快要海试了？也快了，我想也为期不远了。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常规动力弹射型航空母舰，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2022年6月，福建舰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据此前国防部发布的消息，2023年福建舰的主要任务是细泊试验和试验试航。如果福建舰即将开始海试，说明福建舰的细泊试验和试验试航已取得成功。由于航母的建造过程分为立项、开工、下水、西装、细泊、海试几个重要节点，因此海试被视为是福建舰服役前的最后一步。综合参考各方面因素，福建舰从下水至形成战斗力所需时间合理估计为6至8年，而从下水至服役入列或需3至4年。那么到了这个海试阶段，那么主要由海军官兵要接手，那么和工厂要一起来进行这个海试。这个海试呢，实际上真实的海况下进行，甚至有时候经历一些大风大雨、高速的机动的情况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等海试这个期间发现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下一步就该正式交付海军使用。关于福建舰将来会部署在哪里，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胜海军大校称，将统筹考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需要，以及航空母舰运用特点、港口保障条件，科学选择福建舰部署地点。岛内媒体对于福建舰的消息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台湾经济日报28号转载相关报道，并推测福建舰服役后，其战力或不亚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台媒报道指出，福建舰未来将能携带隐形战机、歼15、空警600预警机，甚至隐形无人机等。深圳卫视注意到，2023年9月，台防务部门还在其年度防务报告书第1章中对福建舰进行了详细描述。内容包括航母性能、航速、舰载机数量等等。分析指，以航母为中心构建的人民海军远海作战集群制空制海能力更强，能有效震慑外敌对台海武装干涉的企图。其实，今年1月2号的新闻联播中就披露了福建舰侧面全身照。画面显示，福建舰电磁弹射轨道上的遮挡已被撤掉。去年11月，福建舰对弹射系统进行系统性测试的关键一环弹射小车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目前装备弹射航母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和法国3个国家，但使用电磁弹射系统的目前只有美国海军的福特级航母以及中国海军的福建舰。有观察指出，美国海军航母是4条弹射轨道，但是真正用的也是3条，因为其中1条是备用道。福建舰现在的3条弹射轨道在进行舰载机弹射起飞时全部可以动用，而且布局更加合理。相较于蒸汽弹射，电磁弹射可以让航母更快弹射飞机，承受更重负载。那么由于使用了这个电磁弹射和布置了3条这个弹射轨道，那么这样的话呢，飞机的这个弹射频率的话可以大大增强，而且飞机的出动的比例的话会大大增高。那么这对于航母来讲是表现战斗力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应该说的话呢，3条轨道预示着中国航母在弹射方面来讲已经处在世界的前列了。此外，从目前官方发布的画面中，还可以看到福建舰的尾部甲板有一架全尺寸模型的折叠机翼舰载机。
分析指，把舰载机全尺寸模型放在上面，就可以测算到飞行甲板将来能够停放多少数量的舰载机。特约评论员石红分析指出，福建舰的甲板宽度非常大，可以停放更多舰载机，这是弹射型航母的优势。而现在公开的侧面全身照，尽管还不是90度的正横角度，但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哇，福建舰的弹射器滑道原来这么长啊！这也意味着福建舰能够弹射起飞重量很大的舰载机。由于此次公开的福建舰画面上出现了舰载机的身影，外界也关心福建舰将来会搭载何种舰载机。目前，我国较为熟知的以服役舰载机为歼15飞鲨，从2009年8月首飞成功，至今已有10余年，已形成全面战斗力。也有观察注意到，现代以及未来海战高强度对抗背景下，隐身舰载战斗机是舰载战斗机的发展趋势之一。因此，歼15改进型以及是否会和舰载隐身战斗机搭配作战，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目前，我国歼20隐身战斗机已服役多年，另一款5代机胡鹰也早已首飞成功，并多次亮相中国航展和国际防务展。而在歼15基础上发展出不同型号，也不存在技术困难。是不是这个已经有舰载机部队上去进行训练啊？我觉得的话呢，恐怕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舰载机部队它的成建制训练基本还是在基地进行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建舰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那么军方人员跟班随舰进行这个学习、观察、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和情况。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此外，还有分析指出，由于采用弹射起飞，相较于滑跃式甲板，福建舰可以搭载固定翼预警机。目前，不少讨论将空警600与其联系起来。全新研制的空警600使用电传飞控，理论上可以通过对控制率的调整和优化，利用飞控系统改善飞机的稳定性，大幅简化飞行的技术难度，增加预警机操作的安全性。现在我们进行这个侦察预警，那么这个因为是滑跃式起飞，那么这固定翼的预警机它都很难上舰。那么未来也有箭丝弹射的时候，它就可以将固定翼的这个大型的预警机上舰，让我们的做这侦察预警能力更强。张军社还表示，未来海军的装备技术发展方向会是多方面的。从飞机舰载机来讲，无人战斗机或无人侦察机未来在航母上的使用也会越来越多。央视披露，国产航母福建舰距离海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那您对此有何观察？福建舰入列海军服役还要经历哪些测试呢？是的，程健。前不久，我们刚刚欢庆了人民海军的75岁生日，人们很自然地会将目光投向国产航母福建舰。自2022年6月17号下水以来，它的一举一动牵引了太多人的关注。在央视新闻节目中进行解读的海军专家是张军社老师。我跑部队那会儿经常采访他，他那句为期不远应该是有谱的。央媒外宣平台 CGTN 前2天也放出了福建舰的最新航拍画面。应该说，央媒在海军节前后密集释放出福建舰的消息绝非偶然，它也是一种回应外界关切。在之前的节目里我曾经介绍过，福建舰作为一款新技术含量特别高的跨代航母，建造难度远超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外界曾经测算，山东舰从开工到下水耗时4年多，从完成西装各项测试验收到入列服役耗时3年左右。如果说福建舰是在2016年左右开工建造的，2022年下水，2024年完成西装进入海试阶段，那么应该说中国的军事工业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眼下，福建舰应该正在为首次出海测试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这也意味着它已经顺利完成了上一阶段的细泊试验，这就包括供电测试、倾斜试验、电磁弹射器试验等等。结束这些需要在港池内完成的基础测试，下一步就是到大洋上转一转了。一艘航母海试的过程应该是以年为时间单位计算的，应该会分为好几个阶段。比如在早期阶段，首先进行的是动力系统测试，检验一下航母在各种功率下航行的状态，最大航速、转向半径、舰体重心稳性、燃油经济性等等各项指标是否达到了设计预期。但我也留意到，
福建舰此刻的飞行甲板上停放了好几款舰载机的全尺寸模型，这恐怕意味着福建舰的首次海试项目将是全面性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只是拉出去溜一溜这么简单。我合理推测，福建舰的海试节奏会比外界想象的要紧凑一些。首次海试的检验项目可能会比辽宁舰、山东舰当年的处女航要多得多。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的航母设计建造单位、舰载机设计建造单位、海军接舰部队已经有了许多理论实践的创新，这无疑将大大加快福建舰入列服役乃至最终形成战斗力的步伐。海外舆论也对福建舰甲板上各类舰载机全尺寸模型的细节高度关注。那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此次登舰的几款战机是全尺寸模型，它们当然是不会飞的飞机。这也意味着福建舰的首次海试包含了飞行甲板调度、舰载机入库转运等测试项目。全尺寸模型就是用来模拟真实使用场景的。海军方面还没有对外官宣福建舰的标配舰载机，所以外界也只能从一些开源渠道结合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舰载机全尺寸模型登上福建舰的甲板，它必然意味着它们的真身将来会是这款航母的常设配置。仅从模型的轮廓上推测，这几款舰载机可能会是歼115弹、歼115弹电战、歼35、教练10弹以及空警600。这意味着福建舰的舰载机丰富程度比辽宁舰、山东舰上了不止一个档次。从重型舰载战斗机到电子战机，从隐身舰载机到多用途教练机，再到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可以说强敌有的，我们也有了。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的核心战斗力，舰载机性能决定了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实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几乎可以预期，福建舰形成战斗力之后，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第2航母大国。如果建立一支以福建舰为核心的航母打击群，其综合威慑力恐怕已经相当接近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航母打击大队。这当然是值得国人欣喜的。如果有的国家非要用所谓实力和地位出发与我们交谈，那我们就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流。毫无疑问，航母战斗群是每一位美国总统都熟悉的所谓强势话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福建舰的舰载机史无前例地丰富了起来，自然也意味着福建舰下一步的舰机融合测试压力会很大。每一款战机都需要结合不同的战术运用场景与使用工况进行起飞着舰测试，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说，福建舰的建设进度是符合预期的。我们作为热心观众，也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它的战斗力形成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讲究科学方法。我们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好消息传来。人民海军一旦把福建舰玩明白了，中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海权时代。